1年后，蓝湛和魏婴相继结丹，成为修真界数百年来最年轻的金丹期修士，羡煞仙门百家。到底是哪个不靠谱的传言？蓝氏二公子蓝湛从小体弱多病的，体弱多病的人能于7岁结金丹。江澄听说魏婴结丹的事情，气得在莲花坞里大发脾气，嘴里一直叨念着凭什么？凭什么他那么刻苦修炼，连筑基都做不到，魏婴却成了金丹期修士？他不甘心自己比不过魏婴，于是废寝忘食地打坐修炼。江丰眠看不下去，告诉江澄不可盲目修炼，亦不能一蹴而就，需要循序渐进。奈何江澄根本听不进去江丰眠的话，反倒坚信于子渊对他说的天道酬勤。自己如此刻苦，阿爹不但不支持，还对他各种挑三拣四。江澄愈发肯定，在这个家里，只有他阿娘对他好，姐姐对他也不错，会给他端莲藕排骨汤，听到他夸赞好喝，还要自己学着给他做。抱着这样不平衡的心思，江澄在某一天修炼时晕倒了，经医师检查，说是岔气了，为江澄开了一些舒缓气息的药。医师忍不住提醒江丰眠，宗主，若少主继续这样毫无章法的修炼下去，还没筑基就已走火入魔。闻言，江丰眠心下一沉，他示意医师下去，决定和于子渊好好谈谈，毕竟儿子相对于他这个阿爹而言，更听于子渊的话。不言而喻，江丰眠和于子渊谈崩了，连带着那个医师也被于子渊赶出了江家，还破口大骂那医师是庸医。医师摇了摇头，古人诚不欺，娶妻当娶贤。江家的这些破事，已经7岁的魏婴和蓝湛自然无从知晓，他们最近都在期盼自己的佩剑。因为有了金丹，蓝启仁便开始为两人选择上好的材料打铸佩剑，有了佩剑，他就可以教两小只御剑飞行。只是蓝启仁怎么也没想到，在魏婴给佩剑取名字时又出现小插曲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蓝启仁问蓝湛想给自己的佩剑取何名字，蓝湛想了想说叫碧晨。蓝启仁满意的捋了捋胡子，深觉碧晨这个名字与二侄子很搭，寓意也很好。可当蓝启仁问魏婴时，魏婴想了好多名字，说一个魏婴自己否决一个，便让蓝湛给取。蓝湛还未开口，蓝启仁便道：阿湛，你多取2个名字，让阿英自己在里面选一个最为满意和喜欢的剑名。蓝湛点头。片刻，蓝湛沉吟：阿英、赤宁和星辰这2个剑名，你要哪个？魏婴翘起嘴角：二哥哥取的剑名，随便哪个我都满意，都喜欢。蓝湛道：选一个。魏婴摸着下颌：二哥哥，要不阿英抓阄，抓到哪个剑名就是哪个。蓝启仁微微蹙了蹙眉心：阿英，不可如此随便选取剑名。魏婴拱手：是。眼睛一亮，魏婴道：师叔，不然看我的佩剑，他自己想选二哥哥取的哪个剑名。蓝启仁道：也可。谁知剑铸好之后，上面没有刻着赤宁，也没有刻着星辰，反而刻着随便2个字。这下子不仅铸剑师懵了，蓝启仁也懵了。两小只面面相觑，一脸愕然。师叔，魏婴眼巴巴地看着蓝启仁，这下怎么办？蓝启仁盯着随便2个字，眉心抽了又抽。见魏婴和蓝湛还有铸剑师都看他，蓝启仁清了清嗓子：阿英，看来你的佩剑和你一样，对阿湛取的2个剑名都很满意和喜欢。魏婴一喜，不愧是我的佩剑。出了铸剑堂，蓝启仁道：阿英，把你佩剑拿去给你师父看看。魏婴颔首。蓝湛想跟着去，却被蓝启仁制止，等看不到魏婴身影，才让蓝湛跟着他走。蓝湛疑惑：叔父，咱们也去找父亲吗？蓝启仁道：蓝湛默了一瞬：叔父，为何我们不跟阿英一起去父亲那里？蓝启仁道：待会阿湛就知道了。叔侄俩刚一到韩氏院子，就听到里面传来魏婴哇哇大叫的声音：师父啊呀呀呀！你怎么喷阿英一脸茶水？青恒君咳了半天，才艰涩道：主要是你这个剑名，他让师父控制不住喷茶的举动，而阿英你刚好站在师父面前。魏婴、蓝启仁，他还以为兄长有多大的定力呢。蓝湛，所以叔父让他晚来，就是为了给他看父亲因为阿英的剑名喷茶。父亲说的没错，叔父确实很无聊。擦干脸上的水渍，魏婴抬头，
却见青恒君依旧憋笑，歪了歪小脑袋。魏婴问：“师傅，随便当真有那么好笑？”青恒君忍俊不禁：“也不是，就是觉得你拿随便去套路别人，别人特容易上钩。”魏婴疑惑：“青恒君一笑：“你可以找阿战试试。”眨了眨眼睫，魏婴道：“二哥哥他知道我的剑叫随便呀。”青恒君道：“那你找阿焕。”魏婴出了韩室，魏婴一眼就看到和蓝启仁立在院子里的蓝湛，勾起嘴角，魏婴语气欢快：“二哥哥。”蓝湛先唇：“阿英。”板着脸，蓝启仁哼道：“阿英，你看不到师叔这么大个人站在这里？”闻言，魏婴连忙拱手：“师叔好。”蓝启仁这才满意。